我觉得中国针对印度啊，应该做3件事：该拉的要拉，该拖的要拖，该压的要压。我非常欣赏你这个群众给你这个命名的叫高之凯县。我想今天问问你啊，你当时和印度学者辩论的时候，怎么会一下想到以恒河为界限？大家都知道过去有这段历史，有唐朝的时候王玄策嘛，借了从吐蕃和这个现在的尼泊尔这个地方借了8000兵，打到了这个恒河这个边界。当然你的这个出发点是因为印度方面他老是拿那个麦克马洪线殖民者画的那个线来说事，当时你为什么想到了这条线？我想今天想问一下。说起这个恒河划界啊，有些人说高之凯也不是专门研究印度问题的，他有什么资格提这个建议呢？错，为什么呢？我原来80年代在外交部啊，我陪过这个中国代表团去巴基斯坦访问，然后呢跟巴基斯坦总统见面，当时叫齐亚哈克，跟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和其他权力部门见面，最后签署了以红旗拉普口岸开放的议定书，是我们当时去的，这是一个例子啊。另外一个，在跟齐亚哈克总统见面的时候，谈了很多关于中国巴基斯坦的事儿啊，然后巴基斯坦怎么看待印度啊，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很多的事儿。另外一个呢，我在北京接待过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对中国的正式访问。那个时候也是中巴已经是铁兄弟了啊，已经是这个战友，亲密无间，那就谈了很多的，不仅是外交啊、军事啊、经济啊方方面面。另外一个，我也参加过接待孟加拉国总统齐亚哈克将军对中国的访问，而且那次呢还去了外地啊，交往还挺深，又从孟加拉的角度看待他和印度的关系，他跟中国的关系，然后呢他跟原来是一个国家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啊，等等等等。然后随后几年呢，我去了好多次印度，我也经常去巴基斯坦，孟加拉也去过，不丹也去过，尼泊尔也去过等等，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对印度次大陆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你说起恒河划线，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说，第一个，这个麦克马洪线是中印之间的一个毒瘤。对。然后呢，我们各界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这个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国印度之间的边界啊。但是印度有点一根筋，他老觉得麦克马洪线应该成为中国印度的边界。另外一个呢，他现在世界到处说中国已经承认了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国印度的边界，这个完全是违背事实的嘛，等等。但是我发现啊，跟印度人做工作有一个特点，你跟他好说得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就不听，甚至呢有点赖皮啊等等。所以这一来你说怎么办呢？那如果说你就是我们中国说我们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他说你已经承认了，然后呢我说你必须撤出这个麦克马洪线，把藏南归还给我们，他说没有藏南，我已经把它任命为叫阿努纳乔普拉德什了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怎么谈呢？所以在这样的百般无奈的前提下，才提出了叫恒河划线。为什么恒河划线呢？王老师，你是军事专家，我跟你谈谈为什么恒河划线。我去很多次印度，当然是为了别的目的啊，但我很注意观察呀，我就注意到印度的部队的部署，它有2个特点，一个呢都是在西部，针对巴基斯坦，针对克什米尔15军在那，对，针对我们中国的这个阿克塞金啊这一带地方啊等等，它是布有重兵。另外一头呢，在它的东部，就是我们的藏南地区啊，然后整个沿线把它弄得团团围住啊，是一个他说是不可攻破的一个堡垒。这是2个特点，一东一西。然后在它的整个恒河沿线，恒河有2300多公里长啊，当然最后有一段是在孟加拉境内啊，所以有接近2300公里是在印度境内，而恒河沿线是一个空虚的沿线，它不设重兵，它没有重兵。你说这个有道理。它是不设防的一个地方，没错，是它的用一个说法叫柔软的下腹部啊，它没有兵把守，
对而且呢，他也没有做很多的碉堡啊，做很多的防御设施啊，然后整天琢磨，比如说万一有敌军打到这边来，他怎么防守？没有，他是一片空白，是一张柔软的下腹部。所以呢，如果说我有个结论啊，如果跟印度说你必须退麦克马洪线，他一定不退。如果印度现在面临的是守麦克马洪线还是退麦克马洪线，他只有一个选择，坚决守住麦克马洪线。那也就是说，他准备永久侵占我们中国的神圣的国土啊，那还得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容忍呢？然后呢，你如果说你不退，我就动武，那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啊。毕竟他有14亿人，我们也有14亿人，我们有原子弹，他也有原子弹，是吧？当然质量怎么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呢，如果说要跟印度谈，由于提出了高支凯线，印度现在有2个选择，一个是守住麦克马洪线，占领中国的藏南地区，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中国挺进到高支凯线，就是一步到位，不去跟他理论藏南地区啊，先不要去跟他理论，一步到位，先到恒河线。这个了不得，因为它很难守，2000多公里一字排开，从西到东，而且呢，很多地方它是非常平坦的，它不是高山峻岭、崇山峻岭等等无险可守，无险可守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一来的话，我觉得啊，如果印度现在他的脑子里开始要转变，说我是守麦克马洪线还是守恒河线，他第一个他不想放弃麦克马洪线，第二个他也不想放弃恒河呀。所以它是两害相冲，要折其轻者而从之。实际上，高支凯线最关键的就是一个是彻底的揭露、彻底的这个拨测了麦克马洪线的非法性。对。另外一个呢，它让印度知道，你不是一害相冲，你是两害相冲。你要守麦克马洪线的话，可能你将面临的是恒河划界这么一个残酷的现实，你怎么办？哎呀，我特别欣赏你在这个辩论场合你的睿智和辩论的艺术。当然你是有据可查的，我不是跟你打嘴仗。其实呢，中印关系的边界谈判现在有了一点新的进展。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王外长在这个月18号到印度去了，谈了边境问题。双方的原来的这个边境谈判现在有了专家组、工作小组。军级的谈判呢，除了在西段以外，东段也准备搞军级的谈判。但是呢，你这种思路特别好，就是以后的这种谈判的以攻为守，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策略。其实我也有你这样的体会，我和这个印度的一个学者叫高信，你可能也知道，他现在已经是印度金砖研究院的院长了，进入到印度的这个智囊团的一个核心层面了。在凤凰卫视的时候呢，跟他做过节目。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还对他是比较友好的。我说呢，其实我们中国没有把你印度当成对手。我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可以友好相处，边境问题呢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他的理解不一样，他的理解呢就是你看不起我印度。没有把我印度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当时我就有一个体会，印度这个他们的这个人的思维啊，确实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对，这个思维很奇葩。然后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说为什么这样说呢？不是因为你在我们的边境上你就成为我的对手，其实有的国家它不在我们边境上面，它是我们一个强大的对手了，对不对啊？而且呢，这种历史问题啊，一下子解决不了不要紧，但是你不要通过强行进攻的方式，拿说你的理由就是你就是理由，我这方面你就不是理由，这太强人为难了。对，所以他当时这个听到我这句话之后呢，哎呦，看来我的中文不行。其实他是在北京上的大学，但是呢，他们的理解中国人的思维，他也没理解到那个程度。所以呢，你跟他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跟他好说歹说，他不行。
你得必须刺激他一下，甚至呢采取以攻为守，你给他出一个题目，让他去思考，不要让他老给你出题目。王老师，你说的很对，我觉得这个在跟印度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多的智慧。我举个例子来说，印度人老说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人留下来的，所以呢，他必须照此办事啊，把它奉为圣经一样的啊。对，我就跟他说，我说，哎，你还别忘了，英国人在统治印度的时候，虽然你有4个种姓，还有最底层的叫不可接触的贱民啊，但英国人把所有的印度人，不管你什么种姓，不管你什么阶层，不管你家里有多少富有，全部当作2等公民。就是你不能上台面的，你都是2等公民，英国人是1等公民，是吧？对。那我说，如果你真的把英国人说什么都当作真理的话，你现在就是2等公民，你不是1等公民啊！哎，你这个以攻为守的，这个很厉害，这个他一下子就说那怎么行呢？英国人这是错的啊！我说，那既然你承认英国人有错的，你为什么说麦克马洪线他画了一条线，你就认为它是真的？哎，自相矛盾了呀！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吧？这是一个啊。对啊，另外一个大家知道，最近不是特朗普总统说印度经济是死亡经济，然后现在已经施加了50%的关税。对。然后呢，在最黑暗的时候，我接受了几次印度的采访，然后呢，他问我怎么看，哎，我就说啊，我说你印度人口世界第一是吧？它的统计比我们中国大陆的人口还多一点。另外呢，经济增长也很快啊，它号称8%，到底多少我们暂且不去说啊。另外，它雄心很大呀，要成为世界前3的这个经济体啊，等等等等。我说你这么一个国家，有5000年甚至8000年，他有一个主持人说我们有10000年的文明史啊，等等。那你又不是一个小喽啰，又不是一个小体量的国家，美国一跺脚，然后你就下跪了。我说你应该挺起来吧，你中国在捍卫自由贸易，那印度也应该捍卫自由贸易啊。我听说印度全国上下觉得高志凯说得好，你这个高真是高，因为我是拉了他一把。对呀，在他最沮丧的时候，被美国人给抛弃的时候，一个中国人在他的主流媒体上说印度你很厉害，是吧？你不能轻而易举的被他给打残了，你要跟我们中国一样捍卫自由贸易。哎呀，最近印度老在捍卫自由贸易，老是不买美国的账，是不是跟我说的这几句话有关联呢？一定有关联。所以我觉得有些人说高志凯啊，他说高志凯你是个两面派，你一会儿说画了一个高志凯线是很硬，一会儿呢画了一个饼是吧又很软。其实他不知道，王老师我跟你汇报，其实我几十年如一日，我觉得中国针对印度啊应该做3件事。你说。第一件事呢，该拉的要拉。对。哎，你比如说这次拉着印度跟我们协调一下，一起来反对美国的发动的这个关税战啊，这是拉。另外一个呢，该压的要压。比如说他老说麦克马洪线为界，那坚决不能答应。任何一个中国人接受麦克马洪线为中国印度的边界，我们就是卖国贼，我们就是汉奸了。你想，出卖了国家的利益，所以这个时候该压就要把它压下去，是吧？画一条高志凯线也得把它压下去。我还提了一个建议，该拖的要拖，把它拖起来。那你说什么事儿我们可以拖呢？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叫 APEC。我多年一直建议我们有关部门啊，考虑把印度变成 APEC 的成员国，或者至少作为一个观察员国吧，或者没有100%的投票权的这样的国家吧。什么意思呢？如果中国不动这个脑筋呢，美国人就拉着他成为什么四方集团的一部分啊，想把印度绑在美国的反华、仇华、敌华的战车上，把它绑上去。美国人说，我绑的不是一个印度，我绑的是14亿印度人，等等。从人口角度上来说，比中国的人口还要多。所以我们要防范这个。所以该拉的要拉，该拖的要拖，该压的要压。